我和聂清风从小一起长大，爱了他整整10年，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他。而婚后，我们却成了最恨彼此的人。他恨我拆散了他和妹妹，我恨他心里永远没有我的位置。咱们接着喝。聂老师，今天是你的新婚夜，喝多了不好。对呀，新娘子还在等着你呢。她才不是我的新娘，我想娶的人从来就不是她。我知道，他是在怨我求父亲去向聂家提了亲，而他之所以会娶我，也是为了报恩。而他最爱的孟欣欣，也因为婚后生活不摩，染病而亡。聂清风将一切都归结到我的头上，认为妹妹之所以会嫁给残疾的顾万罗，受尽折磨，是我一手谋划的结果。那个温润如玉的男人要暴力无常，孟欣欣是死于感染，尸体要就地火化，但聂清风不顾劝阻，坚持要去给他收尸。我也在第一时间赶去了疫区救援。小心！聂清风，撑住！我聂家一直受你父亲的关照，现在我还你一条命，恩情算是还清了。若有来世，我求求你成全我的自由。原来他拼死救我，只为偿还恩情，也为了给孟仙仙殉情。后来，我强忍悲伤，连续加班加点的工作，最终猝死在了工作岗位上。思然，万里他为了救我，恐怕下半辈子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再次睁开眼，我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嫁给聂青春之前。我虽然心里有愧，但不想决定你的人生。老聂做了我半辈子的下属，聂清风也很有才华。如果你心仪他，我就去聂家提亲。爸，我不想嫁给聂清风，我想嫁给顾万里。你说什么？思然，你说你要嫁给顾万里，你真的想清楚了？婚姻不可儿戏，这可是一辈子的事。爸，我想好了。爸爸的眼神虽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小心！万里！顾万里救了他，却落得瘫痪的下场。欣欣不愿守活寡，但若是我嫁过去，刚好可以心无旁骛的学习，不会有人打扰。欣欣那孩子身子骨弱，性子也娇。万里如今身有残缺，她嫁过去确实难熬。你自小就聪明，性子也坚韧。思然，你不会觉得爸爸偏心吧？爸，顾家在京城，而我一直想考的北医大也在京城，这样刚刚好。上一世为了照顾孟欣欣和那个人，我放弃了进修，所有的前程似乎都围绕着那个家和伴送。我有话想跟你说。说吧，我听着。听我爸说，前些天有媒人去我家提亲了，但我一直只把你当成妹妹看待，希望你能理解，也能好自为之。曾经听到这话，心像碾碎一样疼，我却还傻傻以为能把亲情舞成爱情。把我当妹妹，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你这种人，连当我哥哥都没资格，又怎么配和我结婚？思然，你上一世，我耗尽了所有的热情和力气，只盼着他能回头看我一眼。可他最后的愿望，若有来世，竟是来世的自由。我求求你成全我的自由。聂清风，这一世我就如你所愿，你要的自由，我还你。孟思然今天怎么回事？是真的想通了，还是以退为进，打算耍什么新花样？顾万里，
那个曾经前途无量的男人，因救我父亲而受伤，下肢瘫痪，据说也失去了作为男人的根。人人都说他从此性情大变，变得暴躁乖枳，异常可怕。而孟芊芊嫁过去没多久，就因受不了压抑和辛苦，赌气跑去了疫区，间接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悲剧。重活一世，我不会再把生命浪费在情爱纠缠之上，去北师大进修，这才是我该走的路。如果我能提早开始研究，凭借前世的记忆和这一世的努力，是不是就能在疫情前就研发出特效药，救下更多的生命？思然，难道你真忍心让欣欣嫁给顾万良那个残疾？他知道后，害怕的都要晕倒了。他身子本来就弱，怎么照顾得了一个残废？你的心是铁打的吗？她可是你唯一的妹妹。我爸会安排好一切，用不着你这个外人操心。安排？怎么安排？你一向强势，欣欣性子软，她怎么可能争得过你？看在欣欣从小就失去母亲的份上，能不能别再毁掉她下半生的幸福了？叶清风，你口口声声说她失去母亲，那你是不是忘了？那也是我的母亲。为了照顾她，我起早贪黑的学做饭、学缝补，连学医都是为了她。是我天生欠孟欣欣，还是你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清风哥哥，我的头好晕。放心，检查结果没什么大事儿。王医生，要不您跟护士长说说，给欣欣开几天病假吧。这一瓶的浓度也不对。黄连剂量减半，加3钱金银花。湿热之症，需佐以清透。思然，等等，刚才是我话说的太重了，我只是担心欣欣，你别往心里去。你是真心想跟我道歉？好，那你就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思然，你在说什么？你该不会以为嘴皮子碰一下就是道歉了吧？没有道歉的觉悟，就少在这儿虚伪。还有，我不是为了帮你，而是为了患者。你站住！干嘛？我已经跟爸说了，我会嫁给顾万里。你不是从小就爱缠着聂清风吗？会愿意嫁给一个瘸子？孟思然，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看来你不愿意，好吧，我去告诉爸，我不愿意嫁去顾家，谁爱嫁谁嫁。等一下，你是说真的？那有什么条件？把你的嘴给我闭严实了，我不想听到外面有什么风言风语。那好吧，只要你说话算话，我答应你。思然，你不是说需要照顾家人，不方便去外地学习吗？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所长，我想明白了，只有不断精进学习，才能救更多的人。另外，在审批结果下来之前，我希望您能保密。好，思然，我就知道你是块金子。之前你放弃机会，我还觉得特别遗憾。放心，这份申请我亲自给你送上去。谢谢您。上一世，为了让聂清风送我一次，我甚至故意扭伤了脚。清风哥，我的脚扭伤了，你能送我回去吗？不好意思，清风哥哥，让你久等了，我刚刚有点胃疼。怎么了？是不是着凉了？我这就送你回去，你早点休息。聂清风，为什么你眼里只有孟欣欣？我也受伤了呀，你看不见吗？思然，你懂事点，欣欣是你妹妹，别无理取闹。姐姐，你看，清风哥哥送我的花好看吗？今天可是七夕，姐姐没收到花吗？好可怜哦。哎呀，清风哥哥，姐姐嫉妒你送我花，是故意的。我确实是故意的，这种路边摊水平，我看了恶心。思然，你至于这么大反应吗？欣欣她只是又当又立，还是茶香四溢。他刚才干了什么你看不见？
你脖子上顶着个球，纯粹是为了显高。一个爱装，一个爱演，不如改行搭台子去唱戏。你敢骂我们？清风哥哥，你看他。孟思然，就快去京城了，这或许是我在老家给爸爸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要我说，孟主任这次太偏心，欣欣身子这么弱，怎么忍心让她嫁给顾家那摊子？就是，听说她不光腿不行，还不能那个了，嫁过去就是守活寡。据说顾婉玲出事之后，脾气也变得古怪暴躁，没人愿意嫁给她。哎，真是可怜欣欣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你们别说了，爸爸也是没办法。我知道我不如姐姐聪明能干，爸爸这样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不敢有怨言的。什么道理？还不是孟思然死皮赖脸的贴着聂清风，谁不知道他爸是孟主任老下长？这不就是拿着过去的恩情逼人家就范吗？顾万里是为了救我爸爸才受伤的，按理说我们孟家是该知恩图报，既然姐姐不愿意，那只能我这个做妹妹的嫁过去了。看看，这才是知恩图报的好孩子，就是比那个只会携恩图报的姐姐强多了。是你让我保密的，这可不怪我。操心别人家事之前，不如先管好自己。赵姨，您儿子被开除之后找着工作没啊？哦，不对，他是贪污，开除后直接进局子啦。张婶儿，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外孙女的亲爹找着没啊？我孟思然要嫁谁不嫁谁，轮不到你们这些外人搅手。还有你，戏演的不错，就是台词功里差了点。下次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时候，记得别拉踩别人，容易闪着腰。你听好了，从小到大，我自问对得起你，别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无底线的让着你。孟思然，是你自愿嫁给那个残废的，我又没逼你，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这可能是我出嫁前最后一次陪爸爸过生日，这份礼物我挑了很久，希望爸爸喜欢。哟，名牌呢？欣欣对爸爸可真好。欣欣真懂事儿，就是可惜了，要嫁给那样一个人，以后少不了吃苦。没关系，姐姐性格要强，要是她嫁过去，肯定天天和顾哥哥吵架。我没事的，只要姐姐幸福就好。今天多谢各位光临，大家吃好喝好。爸，祝您生日快乐！希望这支笔能陪您写出更多疑案。好，好，好，谢谢思然，这礼物我很喜欢。爸爸，快看看我送你的礼物。这是我攒了半年工资才买的，我自己都舍不得买，怎么会变成这样？昨天在百货公司，她们姐妹俩见过面，当时孟思然就黑着脸，是不是怕妹妹礼物送得好，孟主任一高兴改让她嫁了？孟思然是医生，工资比欣欣高多了，自己舍不得花钱，还破坏妹妹的心意，太过分了。欣欣，可能是售货员装错了。怎么可能？昨天回家时还好好的。爸，我知道姐姐不喜欢我，但她怎么能这样对您？欣欣，欣欣，欣欣！爸，您坐着，我去看看。孟欣欣，你已经不用嫁给顾万里了，为什么还要玩这种把戏？有意思吗？因为我心里恨，凭什么你学习比我好，工作比我体面，什么都要压我一头？反正以后最后一步，我就是要最后恶心你一次，出口气，不行吗？你成绩不好是你自己不思进取，我的工作是我自己考上的，你的工作是爸托关系安排的，我们谁欠你的了？孟欣欣，你真是非礼而不自知。你骂我？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对我的。想打架，我随时奉陪，有种你就再来试试。姐姐，你打我骂我我都认了，但你为什么要拿我送爸的礼物出气？今天可是他老人家的生日啊！欣欣，你伤到哪儿了？有没有事？还能站起来吗？清风哥哥，我的脚这里疼，胳膊也好疼。孟思然，你太过分了！她是你妹妹，你怎么能跟她动手呢？他先动的手，我不过是正当防卫，再啰嗦，我连你一起打。孟思然，你别太过分。这就叫过分？
那我今天就给你们好好上一课，什么叫社会的毒打，专治又茶又渣。既然已经两期，就别再指望我让着你们。这一人一巴掌，就当是我送你们的临别礼。思然，你竟然打我！打你就打你，难道还要挑日子吗？放开我！好痛啊！清风哥哥，你快看看我的脚是不是断了？别怕，我这就带你去卫生所。算你跑得快。欣欣这孩子被我宠坏了，性子太作。国家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咱们医生的这双手是要治病救人的，千万不能受伤。爸，我打算嫁给顾万赏之后，就去北医大进修，审批表已经交上去了。好，爸爸支持你。只是结婚后，你和小顾就是一家人了，你也应该和他商量。可他那个性格古怪的男人会同意吗？顾家就在京城，进修也在京城，倒是方便。思然，你的手腕怎么样了？昨天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思然，你在吗？我给你带了新配的药膏。思然，明天欣欣就要出嫁了，她心里肯定不好受。你是姐姐，应该多关心她，别再任性耍脾气了，好吗？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会娶你的。聂清风，别把你的决定说得像施舍一样。你的感情，我现在一点也不稀罕。不过，既然你这么担心孟欣欣，我倒是有个好主意，干脆你替她出嫁，不就皆大欢喜了？我把药放在门口了，你记得用。我去看看欣欣。你的一切我都不稀罕了，孟思然，这一世，祝你重获自由。再见了，故乡，还有过去的一切。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欣欣，孟欣欣，欣欣，欣欣，孟欣欣，叶前锋，他来干什么？欣欣，欣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顾安里脾气暴虐，你多忍忍。姑娘，这小伙子是来追你的吧？可真是痴情啊！如果那残废对你不好，就写信给我，记住，我永远在你身后。叶清风，你个大傻逼，闭上你的臭嘴！欣欣，欣欣走了，他一定在怪我，没能保护好她，让她嫁给了那个残废。我真没用。欣欣，怎
是你。还能是谁啊？孟思然已经自愿嫁去顾家报恩了。在火车上的人是孟思然？难道她早就想好了要嫁去顾家，这段时间才表现得那么反常？怎么，我嫁给你，你不高兴吗？当然高兴了，我终于娶到你了。还好爸这次没偏心，不然我就嫁给那个瘸子了。听说那个顾万里性格古怪，思然他那么要强，能和他过下去吗？以孟思然的性子，肯定过不下去。老公，你管他干什么？欣欣，我还要去送客人，你先休息。不嘛，春宵一刻值千金，你不许去。乖，我很快回来。你要累了就先睡。我之前一直都在想着欣欣，可思然，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今天可是洞房花烛夜，我自己睡什么睡？这一幕和上一世我嫁给聂清风时何其相似，不知道这个顾万里到底怎么样。算了，什么狗屁爱情，老娘统统不在乎了。你可能是第一个在新婚夜如此认真读书的新娘子。顾同志，你回来了，需要我帮忙吗？孟思然同志是吧？我们谈谈。好。我知道孟叔叔让你嫁给我是为了所谓的恩情，但我顾万里不是挟恩图报的人。孟叔叔一生救死扶伤，救他是我的职责和荣幸，哪怕我的下半生要在轮椅上度度。我不想为此耽误任何人的幸福，更不需要怜悯和补偿。人人都说他残疾后变得暴力可怕，可眼前这个人明明是那么温柔沉稳。其实所以半年后我们就离婚，到时候你可以带着顾家给的补偿去追求你想要的人生。半年后就离婚？你是认真的？这半年算是给家里的长辈一个交代，也希望你能在这段时间想清楚未来的路。半年后，你依旧是自由的。没记错的话，半年后是疫情开始蔓延的时间。结束掉这段婚姻后，我就可以毫无牵挂的奔赴疫区。好，我同意。那今晚你睡床，待会儿我睡沙发。忙了一整天，擦一下会舒服些。不用了，我自己来。反正要睡了，你先脱下来，待会儿我帮你洗一洗。等一下，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害羞，上来就扒男人的裤子？真没看出来，我这媳妇儿竟然这么主动，够偏辣，我喜欢。万里这个闷糊头，就得这样的姑娘才能治得住。顾万里同志，麻烦你先搞清楚。第一，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扒你裤子怎么了？就算把你裤子扒了，那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第二，我是一名医生，在我眼里你就是一块肉，根本没有性别之分。松手！虽然摸起来略有松弛，但肌肉弹性和张力并没有萎缩。难道他的腿神经并没有完全坏死？你别乱摸！你别动，还有微弱的反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的腿还有希望。重死了！你还不快起来！你干什么呢？我又不是故意的。你脱我裤子，还乱摸！你能感觉到我在摸你，是什么感觉？痛还是痒？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受伤后，家里请遍了名医，诊断结论都一样，神经受损不可逆，这辈子都离不开轮椅了。别动，我先帮你翻过去，再扶你起来。没想到你看着瘦，力气还挺大。挪动行动不便的患者，
也是医生的日常工作。我再去打盆热水。我刚才的触诊不会错，顾万里，你救了我父亲，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腿。哟，大哥，这就是你那个乡下媳妇儿，长得倒是细皮嫩肉的。嫂子，你都有黑眼圈了，昨晚没睡好吧？也正常，大哥身子不方便，少不得让你长夜难眠，受委屈了呢。我当是哪家没关好门，让两只没拴链子的玩意儿跑出来叽叽呀呀，原来是弟弟和弟妹啊！你敢骂我？弟妹，你印堂发暗，眼袋浮肿，月经不调有段日子了吧？要少操闲心，免得未老先衰。老公，大嫂她羞辱我！什么大嫂？不过是乡下来的贱皮子，也敢骂我们！顾城，我警告你，思然是我的妻子，你的嫂子，再对她不尊重，下次茶杯就碎在你的脑袋上。顾城，我警告你，思然是我的妻子，你的嫂子，再对她不尊重，下次茶杯就碎在你的脑袋上。我的好大哥啊，为了救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把自己搞成这德行，还以为自己是风光无限的顾团长呢。爸妈从小就偏心你，说你处处都比我好。可我现在完好无损的站在这里，而你是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残废。以前那么多千金小姐想嫁你，现在呢？哼，只能娶个被迫嫁给你的女人。谁说我是被迫的？顾万里舍己救人，是个英雄，我欣赏他。但我倒是好奇，为什么英雄的弟弟却是个人渣，嘴里像灌了2斤开司沫一样，喷出来的全是脏东西。贱人！阿成，你没事吧？妈，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啊？我果然没看错人，不仅主动，还知道护着万里。妈，是他先动的手，你不帮我就算了，怎么还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你7岁那年发高烧，上吐下泻，城里大夫都束手无策，是人家孟主任大半夜冒着暴雨来咱家，硬从阎王爷手里把你抢回来。哎呦啊，妈，您轻着点儿。别叫我妈，你们良心被狗吃了，哪来的脸嘲讽你嫂子？会说话就说，不会说就给我滚！妈，您消消气儿，我这不是好心来看您吗？您看，这都是您爱吃的。废话少说，先跟你嫂子道歉，不然就带着东西滚出去。嫂子，对不起。哑巴了你！哥，我错了。说吧，又有什么事儿？妈，就是爸走了之后，您一直忙着照顾大哥，咱家那个老药厂没人打理，订单时断时局的，都快经营不下去了。我看不如趁早卖了。二嫂，只听说顾母一家是做生意的，没想到经营的是制药厂。上一世就是因为没有对症的疫苗和特效药，才导致疫情蔓延的速度如此之快。我空有知识和技艺，却没有研发和生产的条件。如果我能接手这家药厂，提前布局，针对性研发的话，也许……妈，咱家现在没人懂药理，更没人经营，大哥又成了这样，您年纪也大了，操不了那么多心。与其等着厂子倒闭，不如现在卖掉，您说是不是？我确实不擅长药理，老顾去世之后，药厂每况愈下。我不同意。顾承彦，药厂是爸一辈子的心血，怎么能说卖就卖？你可真是坐着说话腿不疼。药厂现在每年都在亏钱。刚才你说家里没人懂药理，可眼前不就有一个吗？妈，思然是医生，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医生，他可以帮你，我相信他的能力。顾万里的意思是，我可以管理药厂？让他管理药厂，你说他是医生，他就是啊。那我还说我是华佗转世儿呢。就是啊，妈，她才刚嫁过来就让她管药厂，谁知道她是不是冲着家产嫁的？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
妈，自从大哥腿残了，家里事事以他为先，钱都给他找医生了，现在他还要把药厂也捏在手里，那我呢？我的命好苦啊！我们好心为家里分忧，倒成了罪人，没天理呀，没天理呀！你好厉害的手段啊！刚嫁过来就搅得家里鸡犬不宁。你们给评评理！我家大哥残废了，我婆婆却要把家里的药厂交给刚进门的媳妇儿管。看着挺清秀一姑娘，心思这么深。顾家嫂子，你也知道金玉是我的表侄女，我就说道，你可擦亮眼啊！药厂哪能交给乡下来的庸医呢？听您这话，是对我的医术有质疑？废话，小丫头看过几个病人就想管理药厂，笑死个人。别的先不说，您肝火旺盛，眼白泛黄，口气重，建议少操心别人家的事儿，先去医院查查肝功能，怕是重度脂肪肝了。老李，我记得你体检查出来肝不好，还正被他说中了。滚一边待着去！男人说话哪有娘们插嘴的份儿？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反正药厂是顾家的，不能归他管，我们才是一心为了顾家。你想卖厂变现，是为你自己还是为顾家？你心里清楚。妈，药厂是顾家的产业，我不会觊觎。万里之所以提议让我帮忙，是因为我是一名医生，懂药理，或许能为药厂的发展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接不接受，如何安排，全由您做主。我呸！少说漂亮话了，你刚刚还打了我呢！大家快看，我的脸还肿着呢！顾嫂子，难道你为了给老大说媳妇儿，把家里的药厂悄悄许出去了？你咋能这么偏心呢？大家说是不是？就是这药厂怎么演？你给两个儿子各分一半！吵什么吵？我顾家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说三道四了？再多废话一句，老娘让你们好看！你怎么了？哎呀，不会是被顾嫂子气的吧？二婶，你怎么了？别吓我！妈，您平时打我骂我就算了，我二婶胆子那么小，你为什么要吓唬她？我碰都没碰她一下。哎呀，妈！他是急性心源性休克。必须立刻进行心肺复苏。你干什么？谁让你碰我老婆的？就是，孟思然，你少在这逞能，万一人被你按坏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没准他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就想随便对人动手动脚，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滚开！我要等医生来。你当众解我老婆衣服，还要按胸口，简直伤风败俗。等医生来就晚了。心跳骤子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再耽搁就出事儿了。放屁！你就是记恨我刚才说了你，想借机报复，让我当众出丑。我老婆要有事儿，我饶不了你。你敢动她一下试试？滚开！别耽误我儿媳妇救人！动了，秀兰动了！看来这丫头还真是个医生，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不过还是要赶紧送医院才行。除了叫救护车，还得麻烦各位帮忙报警。再叫一下妇联的同志。你什么意思？他身上有多处淤伤，集中在躯干和胳膊这些能被衣服挡住的部位。他突然晕厥，我怀疑与家庭暴力导致的精神紧张有关。什么？他居然打老婆？你血口喷人！那是他自己不小心摔的。你个乡下来的懂什么？你这是诬陷报复！急什么？等警察和医生来了就能清楚。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金玉的表叔，还是北医大附院的亲弟弟。不仅药厂需要仰仗人家关照，就连大哥看腿也得求到人家头上。赶紧给我闭嘴！
警察同志，这个女人冒充医生，快把她抓起来！请出示一下你的行医资格证，跟我们回所里协助调查。警察同志，我是她丈夫顾万里，前某区团长，我可以为我妻子的品行和专业能力作保。如果需要配合调查，我跟她一起去。您是一等功臣顾团长，我看过您的表彰通报。对不起，顾团长，我们相信您和您爱人的为人，但程序上我也一起去。妈，您就别去添乱了。哎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李国强是你们找来的吧？看我回来咋收拾你！不行，他们这是利用身份干扰执法。这小丫头就是个冒牌货，我老婆就是被他们一家害的。请问你是孟思然同志吧？我是。孟思然同志是我们北医大今年特批的进修学员，推荐信和档案都已经到单位了。他是原单位重点培养的业务骨干，医术口碑很好，怎么可能是冒充的？警察同志，孟医生作为第一发现人和施救者，他的专业判断值得重视。既然能确定孟医生的身份，那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了。还真是医生啊，而且是业务骨干，怪不得一眼就看出来老李肝有问题。这么说，顾家这药厂该给他管，要不然人家能和顾家老大过下去吗？是啊，顾家老大确实优秀，可据说伤了根本，可惜呀。各位街坊，你们都知道我家万里伤了腿，但可能不清楚他的腿是怎么伤的。万里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塌方，他不顾自身安危，七进七出，救了7个人，其中包括我父亲。所以，无论这药厂怎么安排，也不管顾万里变成什么样，他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竟然全都知道。说得好，好家伙，救了7个人，顾家老大是条汉子，万里好样的。想走？哎呦妈呀！看见没？他就是孟思然，就是他把副院长的弟弟给送进拘留所的。副院长嘴上不说，心里肯定记恨上我。他这进修，我看悬。何止啊！我看见他小叔子顾城偷偷给孙主任塞了红包，让孙主任好好关照他。孙主任收了？那可不，孙主任本来就讨厌这种外来户，没什么真才做干，都是镀金来的。等着看吧，有他好果子吃。顾城还放话，他大哥残废了，顾家将来是他当家。据说南边开始有特殊病例了，主任要给咱们开会，走吧。情况不太对劲，最近几个村都上报了类似的病例，症状像重型流感，高烧、剧烈咳嗽、肺部快速感染，但用现有的抗生素效果都很差，病程进展非常快。小聂，你有什么想法吗？主任，我立刻筛查药物库，配几副中药制剂。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牵头。另外，经过领导协调，北城的几家大型医院也会给予我们指导和协助，你对接好。散会。叶清风，你看看，都几点了？说好今晚陪我去看电影的。对不起，欣欣，有紧急任务，电影下次再看好不好？工作，你眼里就只有工作。欣欣，附近村已经有好多人去世了，我必须。那是他们命不好，我不管，你现在就跟我走。你工资才多少钱就心甘情愿的加班？还是说这里有你想陪的人？欣欣，你胡说什么呢？心虚了是吧？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到手之后就不珍惜了。欣欣，他这媳妇儿活脱脱一个作精，平时装的娇滴滴的，婚后算是暴露真面目了。不仅作，还自私。之前我还在百货公司遇到他装可怜说思然坏话呢，说思然强势，逼着他嫁给瘸子，真会倒打一耙。要是思然还在，咱们的进展也不至于这么慢。依我看，聂清风的肠子迟早得悔青。欣欣，能不能别再闹了？我真的很累。累也是你自找的，那些一个个跟你无关的人比我还重要吗？你是不是把我娶到手就不珍惜了？够了，别说了！你凶我，聂清风，你凶我！今晚不许你回家，这么喜欢单位就住这儿吧。甘草，再添10克。
思然，你病还没好，先休息吧，我来。两个人快一点，这次的流感很厉害，好多人都中招了。这药能清热解毒，缓解症状。今天只觉得思然能干强势，现在看来，我好像并不了解过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这是你原先的单位吧？他们写信找我们帮忙，说是研究什么新药，正好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怎么会是他的信？他刚来，还什么都没学呢，能研究明白什么？红包哪有白给的？这就是孙主任在给他下马威啊！等他搞砸，就有理由把他开了。真是，在这个时间就已经出现疑似病例了吗？上一世我根本没有收到相关信息。工作一天累了吧？天气凉了，你以后别等我下班了。走，回家做饭。今天的菜怎么这么丰盛？是谁的生日吗？我不知道，什么都没准备。没人过生日，是庆祝你嫁进来1星期纪念日。来，尝尝妈的手艺。从小到大，在家烧饭的都是我早就忘了妈妈烧的饭是什么味道了。这好端端的，怎么还哭了呢？不好吃还是太咸了？我尝着味道还可以的呀。是太好吃了，妈，我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红烧排骨了。我就说嘛，我对自己的手艺还是有信心的，以后想吃啥，妈都给你做。真甜啊！我都忘了有多少年没吃过蛋糕了。你们也吃。思然，谢谢你愿意嫁过来。思然，其实这蛋糕是万里托了好多关系才买到的。那些说你冲着顾家产业来的人，你不用搭理。妈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妈，其实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就是药厂可以交给我管理吗？妈，其实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就是药厂可以交给我管理吗？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药厂现在的生产方向需要调整，我可以先从顾问做起，或者……好。思然，药厂交给你管理，我很放心。万里答应了，我更不会反对。等我和厂长打好招呼，就带你去看看。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用多说。你这孩子有本事，有胆色，心地又正，妈信得过你。行了，你们小两口早点休息吧。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真愿意把你父亲一辈子的心血交到我这个才认识几天的人手上？你的能力我已经见过了，为什么不放心？你不怕我管不好，把厂子弄垮了？也不怕半年后我们离婚，我会把你厂子的技术和资源倒腾走？我知道你不会。人心隔肚皮。再说咱俩认识没多久，你怎么就能这么肯定？我虽然不懂医术，但我在战场上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一个人是忠是奸，是实是虚，一个眼神，一个选择，就能看得风景。我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事，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思然，你尽管放心，无论最终药厂盈亏与否，半年后等你有了更好的去处，顾家该给你的一分也不会少。他怎么那样看着我？那个，我去烧点热水给你擦拭。无论这药厂怎么安排，也不管顾万里变成什么样，他都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真是个傻姑娘。水放桌上就行，我自己可以，你去休息吧。说多少次了，在我眼里没有男女，只有医生和需要护理的患者。话虽然那么说，但我不是你的病人，我也没拿你当医生看，因为你是我的媳妇儿。没想到你还挺油嘴滑舌，把上衣脱了，坐好。
擦完了，快把衣服穿上吧。脱裤子。你怎么又想脱我裤子啊？你的腿，我想用老祖宗的方法来试一试。曾经，我以为我的下半生就是这样了。也许他的到来，是上天给我的转机。怎么样？这里有感觉吗？这里呢？还是没有。我的穴位找的应该没问题，可他还是没感觉，到底是哪儿出现了问题？思然，算了，我已经看过不少医生了，甚至还托关系请过国外的专家会诊，结论都一样。以目前的医疗条件看，恢复行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思然，我知道你有上进心，想成就一番事业，所以才不远千里来北城进修。你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今天你也累了，早点歇着吧。我来北城并不只是为了进修，我嫁过来也并不完全是为了报恩。我学医最初是为了照顾家人，但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我才明白了医生的价值在于给绝望的人带去希望。这是我的专业课题之一，也是我作为你的妻子想为你做的事。顾万灵，我想治好你。好，我明白了。是错觉吗？刚才的那一瞬间，腿上某个地方似乎有点麻，但现在又没有了。谢谢你，思然。人人都说顾母彪悍，而顾万里身体有残缺，性格暴躁。我本来对这段婚姻也没抱什么希望，但现在至少在分开之前，我希望能帮他重新站起来。承山穴的刺激对小腿后侧肌群复苏很关键。这样下针感觉完全不一样，这酸胀感看来是之前的深度不够。孟思然，你在看什么？针灸，我交给你的关于疑似病例的病理分析和初步药物筛选方案，你做完了吗？就是啊，小孟，开会时院长特意强调了，当前首要任务是研究和分析市面上的所有抗生素。你好歹也是地方上推荐过来的业务骨干，怎么连工作的主次都分不清？我们为了分析那些病例样本，都加了好几天的班了。某些人倒好，还有闲工夫研究这些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你不过是靠你爸在当地的关系才混进进修名单的。但我告诉你，这里是北城，是讲真才实学的地方，不是你们那种靠人情关系的小地方。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如果耽误了研究进度，就别怪我不客气，让你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孙主任，您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初稿，放在您办公桌左边的第2个抽屉里。做完了？这么快？这么快就写完了？不会是瞎写凑数的吧？肯定是，你看主任的表情都变了，这下肯定会把他赶走。这是他自己完成的，还是你们一起做的？我们不清楚啊，主任。对，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跟他不熟。这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对，药物筛选的初步方向是基于现有抗生素无效的情况，建议向抗病毒和增强免疫的分析报告方向朝上了。另外，这是上个月柳叶登上关于某种新型呼吸道病毒的简要通讯，虽然情况描述不完全相同，但值得警惕。我们应该尽快建立更完善的疫情监测和上报机制，而不是只埋头在实验室里筛选已知的抗生素。那乡下丫头看得懂英语？这些国外期刊是院长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订到的，全院没几个人能看明白，主任看都要查词典。他不仅能看懂，还根据这些写了报告，我才不信呢。这份报告写得很好，我会仔细看的，必要时我会找你探讨。对了，寄一份给你们镇卫生院。好。这一世，我并不是为了帮你聂清风，
还是为了抢在疫情大规模爆发前多救一些人。聂清风，撑住！我求求你成全我的子。所长，所长，北医大回信了。您看，这是北医大那边根据我们提供的初期病例描述给出的分析和建议报告，不愧是顶尖医院的专家，思路清晰，论证严谨。您看，他们还铺上了近期国外相关医学期刊的摘要，作为支撑和参考。这说明他们非常重视，并且眼线是跟国际接轨。这份报告条理分明，简直一针见血。能这么快做出如此高质量的分析，一定是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对了，所长，信里还提到，让咱们务必注重隔离和防护，并且希望咱们能提供一些疑似病例的临床样本，便于他们进行更精确的研究。您看，好，咱们全力配合，这是关乎人民群众的大事儿，也是我们基层医院学习提高的机会。清风，这批样本至关重要，就由你亲自负责采集、保存，并且由你带队护送样本前往北科大，当面交接，同时参与他们接下来的协同研究。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欣欣，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你最喜欢吃的王记桂花糕，刚出锅的，还热乎着呢。你还知道回来？这几块破糕点就想打发我？想让我原谅你天天加班不着家，至少得买个金镯子吧？隔壁小刘他男人上个月就给他买了，你不是今天发工资吗？发了多少奖金？工资是发了，但是欣欣这个月有特殊情况，你听我说。欣欣，包里都是工作资料，千万别弄乱了。藏这儿呢。聂清风，这是怎么回事？工资才发，怎么就只剩这么点儿了？钱呢？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把钱都给野女人花了？孟欣欣，你怎么会那么想？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的为人你不清楚。今天医院接收了一名孤寡老人，我把工资给他垫付医药费了。我不管，聂清风，这日子没法过了。这些日子你不是加班就是研究，连一场电影都没陪我看。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在你心里，我还没有那些老不死的陌生人重要。这就是我喜欢了20年的女孩，她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这副样子？思然，你现在过得好吗？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我错了，错得离谱。醒了，我给你买了个保温壶，带去单位用。你忙起来呀，就忘了时间，桌上的水总是放凉，这个能保温大半天。谢谢。这些早餐是你做的？手艺一般，你将就吃点儿。思然啊，妈中午给你做萝卜丸子汤，送到单位去。医院工作辛苦，得多补补。不用了妈，我在食堂吃就行，您别累着了。嗨，我累什么呀？这些早饭都是万里招罗的。你别看他腿不方便，可自律着呢，跟在部队时一个样，每天雷打不动早起，在院子里锻炼身体，顺带就把早饭给弄了。死脑子，别想了，
昨晚的书看到第几页来着？最近单位可能会特别忙。是进修任务重吗？南方几个省份报告了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现有的药效很差。上面组织了专家组，近期会有医务人员携带第一批临床样本北上，进行联合攻关。我们科室也要参与。工作要紧，救人更要紧。你安心忙你的，家里一切有我。想吃什么，需要什么，就捎个话回来。上一世，为了聂清风的事业，我一心扑在他的饮食起居上，还要忍受他的冷淡。这一世，聂清风终于如愿娶到了孟欣欣，而我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支持和体贴。快进去吧，记得喝热水。聂清风，怎么会是他过来？啊，小聂同志一路辛苦了。按理说应该让你先休息一下，不过院长那边很是重视，你看是不是先跟我去院长那里做个汇报？应该的。孙主任，麻烦您带路。孟医生，有人找你，在大厦楼门口等着呢。天这么冷，你怎么来了？妈不是说了给你送萝卜丸子汤吗？妈剁了一上午的馅儿，丸子筋道，汤也鲜。排骨是我炖的，你尝尝。谢谢。回去吧，午休时间短，回去就立刻吃啊。嗯，今天下班我做饭给你们吃。思然，思然，你过得好吗？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说几句话。怎么是你带队北上，把新婚下属外派出长差，不太像王院长一贯体恤的作风。这次联合攻关机会难得，我想尽快做出成果，也想来看看你。聂清风是不是故意的？才结婚多久你就要跑？工作，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我说了多少遍了，机会难得，我不能放掉我的事业。你为什么就不能多理解理解我，当一个贤内助呢？你想的可真美，工资没多少，还想我任劳任怨的伺候你，凭什么？难道我嫁给你就是为了伺候你的？你要干嘛？要打我？聂清风，你能耐了啊！你走，走了就别再回来。聂副主任的事业心还是这么重，那后面的研发工作还请你多支持。我先走了。思然，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知道孟叔和欣欣的近况吗？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我跟我爸保持着通信，不劳你挂心。至于你和孟欣欣，那是你们的私事，我既不关心，也不感兴趣。思然，你别这样好不好？之前是我不对，
是我糊涂，可我真的很惦记你。你瘦了这么多，是不是顾家对你不好？如果他对你不好，我立刻带你走。是聂副主任吧？依我看，你的眼神不太好。你管思然现在的样子叫瘦了很多，你耽误他吃午饭，他才会瘦。你就是顾万里。对不起啊，天凉了。妈怕你着凉，给你打了条围巾，刚才忘给你了。好漂亮啊！没想到妈不但做饭好吃，针线活也这么厉害。为了给我送东西，在外面待这么久，手都凉了。不怕，我老婆会捂热的。快去吃饭吧，不然真要凉喽。聂副主任，忘了跟你介绍，这位就是我的丈夫顾万里。另外，建议你明天去找一下眼科的秦主任，让他帮你好好检查下眼睛。我来北城的这段日子，被妈和万里喂胖了足足5斤呢。怎么样？今天和之前比有不同的感觉吗？万里，刚才你扎的那里有点胀胀的，还有点痛。真的？你真的感觉到了？好像就是这里，刚刚像是有根筋被轻轻扯了一下。太好了，我就知道你的神经没有完全坏死，还有救。这么久以来，我的腿第一次对外界刺激有感觉，谢谢你，思然。我爸认识一位专攻针灸和神经损伤康复的老专家，已经退休了。我已经试着联系他了，如果得到他的指导，你肯定能好得更快。思然，今天的那个聂副主任是不是喜欢你？我也是男人，能看得出他的心思。我明白感情是有先来后到的，如果你心里也有他，我愿意退出。咱们的半年之约可以提前。你打算怎么个退出法？是明天一早就拉我去民政局离婚，还是收拾包袱彻底消失，退出我的生活？行啦，别瞎琢磨了。我跟聂清风上辈子不是之前的糊涂账早就两清了。在治好你的腿之前，我哪儿都不去。顾万里同志，你就安心当我的重点病号吧。思然，我再也不说大话了，我想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腿这里好像有点疼，有感觉，真的有了。万里，你起得真早，吃早饭了吗？思然，思然，你看我，小心！你怎么那么心急啊？摔疼没有？活动下手腕，看看有没有事儿。哎呀，我去拿药给你擦一擦。我去拿。原本是有些疼的，但你一吹就不疼了。
不愧是医术高明的小梦姨。油嘴滑舌，走，进屋上药去。我这媳妇儿简直完美，该泼辣的时候够辣，该细心的时候又那么温柔，我可得替万里这块木头把握好。思然，今天是休息日，吃过饭我就带你去亚厂，让师傅们见见新老板娘。孟医生，咱们厂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了，产能有，就是拿不到什么好的订单，甲方不好好结账。李厂长，咱们的生产线能做疫苗吗？能是能，但目前疫苗的需求量稳定，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订单啊。不瞒您说，顾厂长去世后，厂里的业务能手被挖走一大半，生产疫苗，厂里的机器需要维护升级，需要一大笔钱。给万里看腿用了不少钱，一下子要拿出这么一大笔升级设备的钱，确实有困难。就算我能提前研发出疫苗配方，拿到订单，但没有资金升级设备，产能就跟不上，还是救不了急。思然，别着急，咱们一家人一起想办法，总能找到出路的。好，妈，那咱们先回去吧。顾婶子、孟医生，俺们几个想来谢谢你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厂的老师傅了，姓陈。俺们都听说了，有人想卖厂子，是小孟医生给拦下了。谢谢你保住了俺们的饭碗，只要厂子还在一天，俺们就跟着干一天，绝不拖后腿。各位师傅，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会想办法拿来订单和资金。只要我们同心协力，药厂一定能渡过难关。各位同事，你们看，虽然病毒表现出很强的抗药性，但重症率其实并不高。除了老人和幼儿，病毒对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的威胁有限。所以我认为，目前应该以研发对症支持治疗的中药制剂为主，不必过度紧张。聂副主任的分析，恐怕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小孟，聂副主任是带队来的专家，在原单位也是你的领导，你怎么能公然质疑？看他又想出风头了，靠唱反调博关注呗，也不看看场合。这份分析报告是我和同事们共同研判的，过度渲染疫情的严重性，是制造恐慌，也是不负责的行为。那你们的研究足够充分了吗？你们有没有对比过不同时期的病毒样本？有没有考虑过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聂副主任，我建议给咱们卫生院连同周围的卫生院再发一份电报，详细询问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内病情的发展速度和病人的新情况。我看没这个必要，样本和数据我带的足够，再调配人送新的样本，过于劳民伤财了。虽然他果然还在跟我赌气，不过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孟思然，你说病毒会突发变异，你有证据吗？看病不是靠想象，而是凭经验和学识。难道我堂堂一个主任，外加上聂副主任的水平都没有你高？究竟是不是我的想象？为什么不去问一问？除了研究对症药物，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刻开始疫苗的研发。孙主任，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我要举报孟思然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为自己谋取私利。孟思然，厂长对着他们点头哈腰，她嫁给轮椅摊子就是为了顾家的药厂，她制造恐慌就是想中饱私囊。这种危言耸听的人不配留在北科大，我建议立刻开除她。怪不得嫁给摊子。原来是想下大棋啊，心思真不简单。孙主任，这中间肯定有误会，思然不会拿患者开玩笑的。你和顾家药厂有关联，这是事实。为了避嫌，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参与本次联合攻干的研究。你只是看到我去了顾家的工厂，就自行想象出这些情节。主任，您刚才不还在问我要证据？怎么事情到了我身上，
又不讲证据了。我职责范围内的事儿，我有决定权。你的工作另应安排。思然，是不是今天工作太累了？吃点排骨。啊，好。思然，干嘛？你有心事，别憋在心里，跟我说说好吗？顾万里，如果我告诉你一件听起来很荒唐的事，你会相信我吗？信啊，只要是你说的，我都信。这个药方能有效抑制一种即将大规模爆发的烈性传染病，但是很不幸，病毒会变异，所以最终需要的是疫苗。我想接手药厂，就是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生产出足够的药物和疫苗。可药厂需要大笔资金维护设备才能投产。而我现在连参与研究的资格都没有。一种即将大规模爆发的传染病，思然他怎么会知道？甚至连对症的药方都有。你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对吧？这一切说来话长，总之都怪我太天真，把一切都想得过于简单了。不，我相信你。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你愿意把药厂交给我，已经帮我很多了。现在，既然事情比预想中棘手，那我至少要先把你治好。等你的腿好了，就可以带着妈先去西北那边避一避，那里地广人稀，就算传染病真的来了，传播也会慢很多。孟思然，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顾万灵是那种会抛下妻子自己躲起来的人吗？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共同面对。你记住，我是你的丈夫，我应该保护你，而不是一直让你保护。对不起，是下意识的反应。思然，你知道吗？我只是腿动不了了，其他地方可好着呢。只不过我们将来，我怕你会后悔。后悔什么？我们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几个月后还不知道我们的命数如何，那么至少现在要和我爱的人留下最美好的。如果你后面喊停，我也不会停了。思然，昨天的事你别太往心里去，你来进修不容易。聂清风，我明白你是想把情况夸大一些，好引起重视，做出些成绩。但孙主任是专家，经验丰富，你以后收敛一些，别总跟领导唱反调。在你看来，我只是为了给自己镀金，为了出成绩而不惜撒谎。思然，我是让你相信领导的判断，可他根本没研究透，病毒是会变异的。现在应该马上研发疫苗才是对生命负责，否则就是草菅人命。孙主任，您听听，这个孟思然心眼子贼多，可不是一般人。她刚嫁过来就把我家搅得鸡犬不宁，现在又对您的研究指手画脚，危言耸听。我看她就是想借机给我大哥的药厂谋好处。就是，她心思不正，还挑拨我们婆媳关系呢。孟思然，你心思不用在研究学习上，屡次三番危言耸听，破坏团结。你现在就跟我去找院长，像你这样的害群之马，必须立刻请退，滚回你的原籍。院长，您这是出差刚回来，我正想找您汇报工作呢。刚开会回来。对了，老孙，我正想问你，
针对那个强抗住病毒研制的特效药进展的如何了？这个还在调试阶段，尝试了几个方向，但效果都不太理想。你看看这个方子，觉得怎么样？这2味糖性相啜本是禁忌，但如果加入这几味药作为中和引导，兼容性的问题就迎刃而破了。妙啊！院长，您真是真人不露相啊！我知道您在外科是权威，没想到药理也如此精通，这方子真是雪中送炭。这方子不是我的啊？那一定是哪位专家的手笔吧？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回头我得好好谢谢这位前辈。院长，我想汇报的就是他成天不务正业，我建议立刻开除。这药方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而他只会拖后腿。那是我的药方，那张药方是我写的。你写的？孟思然，你是不是还没睡醒？你就是再进修20年，也写不出这种水平的方子。呸！我看他是知道要被开除了，开始胡言乱语了吧？不知者无畏，什么功劳都敢往自己脑袋上扣啊！思然，别胡说！我知道你有天赋，但对于新型传染病，我们的认知都还有限。快跟孙主任和院长道歉！快啊！快啊！这传染病对你们是新对手，对我却不是。上一世，我已经跟他搏斗了无数个日夜，只是时间太紧，我没能最终战胜。那是我的研究成果，我为什么要道歉？在院长面前还敢这么狂，这下肯定会被开除了。有真本事的人难免有点傲骨。你这份药方思路清晰，直指关键，非常成熟，我很看好你。谢谢院长。不过这份药方怎么在您这儿？我一接到顾团长的电话，立刻就赶回来。看来这一趟很值得。原来是万里，他为了帮我，特意请动了院长。就算这方子真是你写的又怎么样？你既然有这么好的方子，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投产？这么藏着掖着，就是跟人民作对。对，我看你就是想等事情闹大，趁火打劫，好把我们家顾城一脚踢开。我倒是想早点拿出来，可有些人急不可耐的想卖掉药厂套现，还有些人时刻准备着给我扣中饱私囊的帽子。我要是早拿出来，岂不是正好坐实了罪名？院长，这都是误会，大家也是关心则乱，难免有些口不择言。但出发点都是好的嘛。小孟，你这张方子我已经请几位老专家看过了，一致认为思路独特，配备精妙，一旦走通审批和验证流程，就可以尽快安排投产。这是大功一件，我可以向上级组织申请奖励。院长，奖励不重要，药是要尽快生产，但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全力投入到疫苗的研发。好，看得远，抓得准。老孙，小孟虽然年轻，但他的能力和眼界大家都看到。既然是误会，那他就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你有意见吗？没有，没别的事儿就带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工作。好，走，赶紧走，回去干活。万里，你和刘院长认识啊？何止是熟，顾团长可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次塌方事故，要不是顾团长把我从石头堆里扒出来，我这把老骨头早就交代了。小孟，以后工作上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一定尽力。没想到院长也是万里当年救下的7个人之一。思然，对不起，我没经过你同意就把药方给了刘院长看。不用说对不起，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我只听说这位刘院长是业内大牛，没想到你居然能请动他。顾万莲同志，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所以你老公我还是有点用的，对吧？思然，我知道你有能力独自面对很多事，但我希望你能偶尔依赖我一下，我想和你一起承担，好不好？
今天孙主任他们对我客气多了，工作安排也顺畅，就是药厂的资金缺口还是个大问题。我想着能不能找找其他门路。其他门路？听说现在政策开放了，不少港城那边的老板过来考察投资，我打算也去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对医药行业感兴趣的投资人。倒是个好主意，就是怕他们看不到明确利益和短期回报，不会轻易掏钱。行不行的总得试试嘛。我去打点热水给你擦擦脸。港商或许真的可行。糟了！刚刚我站起来了，我的腿有感觉了。怎么回事？着火了吗？你没事吧？有没有烫到？没事儿，刚才我想喝水，一不小心把蜡烛碰倒了。好在边上有水杯，我一下就弄灭了。你想喝水怎么不叫我？多危险啊！万一烧起来怎么办？衣服都湿了，冷不冷？思然，我怎么了？如果我告诉他我的腿已经好了，他还会愿意留下来吗？什么事儿？说吧。没什么，你忙了一天了，咱们早点休息吧。好，等我给你擦把脸，咱们就睡。对不起，思然，我不是故意骗你。之前确实有老板想来考察合作，可那会儿老厂长疾病去世，万里又出了事儿，就给耽误了。陈总慢走。陈总是这家公司的老板。陈总，等一下，我是安康制药厂的代表孟思然，听说贵公司有投资医药行业的意向，这是一些资料。我知道这很冒昧，但能不能给我5分？每天找陈总寻求投资的人太多了，他不方便。而且陈总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你请回吧。让开！两人都找灼发烧，伴有呕吐，呕吐物里混有血丝。今早在家门口一起晕倒了，是邻居给送过来的。据说两口子是做生意的，前天刚从南城回来。发烧昏迷，呕吐物有血丝，南城回来的。通知接触过那对夫妻的医护人员，暂时不要随意走动，把他们单独放在一间诊室。你们每个人都要戴双层口罩。你是去看急诊刚接收的2个病人吗？你怀疑他们得了传染病，症状高度疑似，必须隔离处理。患者高热，抗生素和退烧药无效。患者又吐了，快清理一下！多戴2层手套，给他们换药。联系体验科，优先处理他们的样本。病房准备好后，转移过程所有人员必须戴口罩。转移后，原抢救区彻底消毒。孟思然，谁给你的权利不汇报就直接隔离？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恐慌？你是不是觉得有院长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对夫妻有明确的疫区接触史，症状典型。我是为了以防万一。你这是危言耸听，发烧呕吐，说不定就是普通的急性肠胃炎。孟医生，2位病人的体温在用药之后开始回落了，现在分别是38.1度和38度。听到没有？
体温降了，那个传染病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药物不敏感，病程会持续高热。他们这么快退烧，肯定不是那个病。体温回落是因为我给他们换了新药，目前药量有限，所以我才更要加强隔离，绝不能让潜在的朝远源在医院内扩散。你私自给病人用药，孟思然，你还有没有规矩了？药方还没经过完整临床验证，出了事谁负责？我的药虽然有用，但在上一世通过审批后还是晚了，救人要紧。我愿意负责。现在最要紧的是控制局面，在最终化验结果出来之前，这2位病人必须严格隔离在这间病房。孙主任，这症状确实很像我接触过的患者。好，就按你说的，暂时隔离观察，但出了任何问题，你来负责。可以。思然，你这么做太冒险了。上一世我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患者，对这症状简直太熟悉了。我的判断不会错的。院长，特效药虽然解决了，但比起药物，现在更需要疫苗。孟思然，我提醒你注意你的态度。我知道你想研发疫苗，但我们是医院，不是银行，项目经费有限。可是人命关天，传染范围随时可能扩大，我也是有没有救的救人。行了，院长的话你听不懂吗？出去！再拖下去，病情就控制不住了。看你仗着点关系就无法无天了。院长的话你听不懂吗？出去！滚出去！万里，医生的手是用来伤人的吗？你能站起来，你的腿好了。讨厌，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怕你知道之后会离开。思然，那个半年之约，我后悔了。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你愿意吗？我偏不答复你，谁叫你瞒着我？万里，你也不说等等我。怎么是他？孟医生，这位就是你想见的富强集团董事长陈富国先生。富强集团？那是接手集团的大公子。我愿意为你的制药厂投资，研发疫苗，资金、设备交给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万里？有位自称您战友的人要见您。快请。老陈，你缺乏锻炼了。你的腿是怎么好的？那肯定是华佗在世才行啊。思然，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思然，你不说话，那我就当你答应了。之前是谁信誓旦旦的说半年后就离婚？怎么，腿好了反而后悔了？之前说离婚是怕耽误你的幸福，你还那么年轻，我怕自己给不了你正常的生活。除了腿不方便，其实其他方面还挺不错的。你之前说过我是你的英雄，你忘了吗？我是说过，那又怎么了？你干什么？关关，我告诉你，美人计对我来说可不好使啊！我只是想告诉你，英雄不只是站在光里，还可以光着站在这里。急诊科收治的那对夫妻的最终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确认感染了新型传染病病毒。万幸的是，因为孟医生当时判断准确，及时用上了新药方，病人目前已经稳定。多亏了孟医生当时果断，不然我们这些接触者恐怕也危险了。打断一下各位，刚接到紧急通知，江州那边疫情严峻，急需各地医疗力量支援。我决定由我带队立刻出发。
院长，咱们这边这2个病人都快好了，江州怎么会突然这么严重？江州是经济枢纽，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现有常规手段效果甚微，情况比预想的棘手。一方有难，8方支援，上级号召自愿报名支援，希望大家能踊跃报名。前期应该可以撑过去，但后期希望疫苗能尽快跟上。院长，我报名。小梦，你刚结婚不久，去爱区支援不是小事儿，你真的考虑清楚了？院长，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医生，疫区就是我的战场。上一世没有分出胜负的仗，这一世我来跟你一决高下。院长，我也报名。院长，我们也报名，我们也报名。思然，回去简单收拾一下，下午医疗队就要集合出发了。你真的想好了？那里也许很危险。想好了，反倒是你才和孟欣欣结婚不久，真的要去？思然，我不想你一个人去冒险。思然不会一个人去的。我媳妇儿的事儿，不劳聂副主任操心了。万里，你怎么在这儿，还拿着行李？去赈灾啊！你是医生上前线，我是军人，当然也有我能出力的地方。你疯了？你的腿才刚好，再说咱们都走了，妈怎么办？行李就是妈帮他们收拾的。她说，咱们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军人，这个时候就该一起上。她在家里等着咱们平安回来。对不起，万里，我没跟你商量就擅自决定了。我早就猜到了，我说过，无论前面是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聂清风啊，聂清风，你又能怪谁呢？是你错了，从一开始就错得离谱。江州市第一医院，关于疑似病例的病理分析和初步药物筛选方案。病毒的初期症状和急性肠胃炎高度相似，发烧、呕吐，很容易误诊，但它具有强传染性，后期会引发多脏器出血，非常凶险。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最严格的防护，切断传播链。不过有个好消息，针对这种病毒的第一批疫苗已经投产，很快就会运送过来。只要我们稳住前期，后期就有希望。小孟医生，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经验就这么老道。多亏有你们来支援啊！那几个重症病例的情况暂时稳住了。好你个聂清风，我说你怎么乐不思蜀，连封信都不往家里寄，原来是这儿有贱人勾着你的魂儿呢！欣欣，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护士，为什么不能来？孟思然，你还要不要脸？都结婚了，还勾搭自己的妹夫！孟欣欣，我劝你嘴巴放安静点。姐姐，我知道你嫁给探子心里有苦，我也知道你从小就喜欢清风，对他念念不忘，可他已经和我结婚了，我真的做不到和别人分享我的丈夫。感情他们是借着支援的名号跑这儿来私会了，真看不出来，做姐姐的居然勾引自己妹夫，太不要脸了！欣欣，你怎么能污蔑我们？我污蔑？聂清风，结婚才多久你就找借口跑到北城，现在又追着他来到江州，你敢摸着良心发誓对他没一点想法吗？等久了吧，手这么凉，怎么不多穿点？没事儿，不冷。这位同志，请你放尊重一点。你刚才说谁是坛子？顾万里，你不是瘫痪了吗？怎么会这样？不可能！难道之前都是骗我的？
看来你就是思然的妹妹孟欣欣。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的不嫁之恩。多亏你没嫁，我才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也多亏了她，我才能重新站起来。这兵哥哥好帅，他是顾团长。这女人疯了吧？管他叫摊子。走吧，食堂留了饭，再不去该凉了。何必费口舌？就是看不惯我的媳妇儿，轮不到别人说三道四。聂清风，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别人说你老婆你都不吱声。闭嘴吧你！丢人丢到江州来了！孟思然，我不会让你一直得意的，咱们走着瞧。快来人啊！别慌，是食物卡住了。那怎么办啊？我来试试看。让开一点，我需要进一步检查。思然，这里交给我，你退后。没事了，我们出去吧。多管闲事！聂副主任，刚才是什么意思？我是担心你，万一病人呕吐物喷溅……我也是医生，不需要你保护。你的精力应该用在其他地方，比如你的妻子孟欣欣身上。你干什么？放手！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都错了。我把欣欣当成妹妹，我以为那就是喜欢，可我真正在乎的人是你呀，思然。等到这边情况稳定下来，你跟我一起回去好不好？顾万房的腿好了，他又是立过大功的人，将来肯定是要走圣途的，不可能一直围着你转。难道你要一直跟着他背井离乡吗？孟思然，你这个贱人，果然一直在勾引清风，我就知道。我不会跟你回去。顾万里是我丈夫，他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思然，你清醒一点。顾万里是救了你父亲，可你也治好了他的腿，你已经不欠他什么了。聂清风，你还是不懂，我现在和他在一起，根本不是为了报恩，我们之间的恩怨营求早就结束了。你现在的生活是你自己求来的自由，好好珍惜吧，别再辜负任何人。你怎么在这儿？吓我一跳。思然，能遇见你，是我三生有幸。谢谢你，选择了我。傻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后方药厂生产的首批疫苗已经完成了第1期紧急临床实验，初步证明安全有效，现在优先配送到我们一线。但是这毕竟是新疫苗，研制时间紧，流程有所压缩。按照规程和风险考量，建议先从身体基础好的年轻同志开始接种。这疫苗是孟思然的民营药厂造的，谁能保证绝对安全？这不明摆着拿我们当小白鼠吗？谁爱当谁当，反正我不当。院长说的对，我们要谨慎对待新疫苗，但我们战斗在最前沿，是与病毒接触最多的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这层保护。疫苗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关键，如果连我们害怕了，怎么保护身后的病人？说的好听，孟思然，你这么积极，还不是因为这疫苗是你家药厂造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敢说你没有私心？我愿意接种。团长都上了，咱们还怕什么？报告，我愿意接种。我也愿意。孟医生说的对，我们不能一直躲在后面。我也愿意。哎，等等，我还没接种呢。你真的孟欣欣，
你不是不愿意当小白鼠吗？现在又后悔了？本小姐才不稀罕呢！在我们的严防死守下，患者们的情况一天天好转。上一世那种失控的疫情大蔓延并没有出现。照这个趋势，我们有信心将疫情在这里彻底摁灭。孟思然，我让你够男人，这回看你还怎么得意。太好了，他们的指标都恢复了，差不多可以出院了。思然，你怎么了？你身上好烫，你发烧了？没事。发烧、剧烈呕吐，这症状……快，通知隔离小组，孟医生可能被感染了，先送去隔离病房。孟思然，那可是重症病人用过的，没准就是变异后的毒株，你就等死吧。院长，我要去隔离病房陪护。我知道规定不允许，但我可以签生死状，所有责任我来承担。顾团长，你胡说什么呢？思然确实病了，但不是传染病，她是怀孕了，初期反应大，加上最近过于劳累，身体扛不住才发烧呕吐的。我已经强制命令她去休息了。院长，您是说思然她有了？万里，你怎么来了？我听他们说你发烧呕吐，被隔离了，我还以为……我的防护一直做得很到位，而且接种过疫苗，哪有那么容易被传染？没事就好。这手帕明明还在，为什么他没被传染？病人越来越少，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多亏了孟医生，他都快住在办公室了，累了就在桌上趴会儿，饭都经常忘了吃，全靠他爱人送。顾团长真是没得说，人帅又体贴，真羡慕啊！住在办公室，所以他根本没碰那条手炮。你给我等！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恶心？胸口也好闷。难道我被感染了？不可能，我明明戴了手套，做了防护啊！后来，在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下，疫情终于被彻底扑灭了。真想不到，孟欣欣竟然变得那么恶毒。她自身底子弱，这场病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恐怕下半辈子都离不开轮椅了。曾经是我眼盲心盲，错过了最该珍惜的人，如今我没资格再奢求什么。思然，祝你永远幸福。谢谢，我会的。小祖宗可算睡了，你歇着，我来抱会儿。哎呦，妹妹可不干了，一直啊啊啊的找吃的呢。哦，宝宝乖，奶奶来喂你。还是我儿媳的厉害，一下子就儿女双全，凑了个好字。